华盛顿号现在在哪里？已经往中东去了。那你现在没有任何一艘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了。现在日本这个海军跟中国大陆比起来，它吨位还有这个艘数是相对逊于中国大陆。穿越公海那很简单，单纯的就是对着日本。而且中国大陆海军多了，现在航空母舰有3艘，那不可能一直在岛链内嘛，它一定要出岛链外去才叫远洋拉链啊。美军对日本军力上的加持减弱，那这样站在兵力节约的原则，日本会派这种吨位数比较小的军舰来考量。好，再来看到的是解放军4舰，这个时候打穿了宫古海峡。日本的方面则是急造它的30人巡逻舰，真的扛得住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各种海上的压力吗？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至日本还有包括了稀土上面的管制，现在呢整个出口已经砍半了。高市这个时候急派他的破兵团到北京，真的能够有效吗？那么抗中是不是已经撑不住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中日关系现在说呢，又来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危机点了吗？来看到最新消息是，中国大陆的海军一共是达到了4艘的军舰，这个时候分成2批，穿越到了宫古海峡之后，就前往了西太平洋。日本自卫队可以说是全程在跟监的，但是在这个军事不断升高的这个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日本的跨党派议员搭上了飞机，前往北京去，急着和中日之间去建立一个比较稍微缓和一些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到军事上面刚刚特别提到的消息，4艘船舰的部分哦，这是来自于日本防卫省最新的通报。解放军日前一共是派了4艘的军舰，分成2批来出去，包括到了宫古岛跟西太平洋地区。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批的部分是052D 的飞弹驱逐舰日克泽舰，成军后说首度的执行了远洋任务。首次就是选在宫古岛、宫古海峡，还有呢，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那当时搭配的是054A 型的宜兴舰。第2批又出的是052D 的包头舰，在这个部分呢，同样也有054A 的玉溪舰一起来穿越宫古海峡哦。4艘军舰当中，现在呢备受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日克泽舰。好，日克泽舰服役的时间大约已经达到5个月了，是首次的执行它的所谓刚刚提到的远洋任务。那目前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052D 的数量，它的已经达到了35艘，后续当然还会有新舰持续的建造当中。而近年呢，可以看到的是政治意味浓厚，因为它不断的穿越宫古海峡，一直不断的增加它的数量哦。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做解读，在政治上面的讯号。那日本方面，我们要来看到它派出它的船舰，这个是鹰级的近海巡逻舰。从2027年开始呢，它就正式的接手跟监中国军舰的任务。那么原本在做这些的神盾舰跟驱逐舰，它就可以再回复到以前执行防空跟反潜的任务。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中国大陆的军舰，刚刚我们提到的包括了穿越宫古海峡之后突破到整个第一岛链，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例行性的演习了吗？本来是用小型的这种日本方面哦，这个鹰级的巡逻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艘，那么现来监视，也凸显说中日现在在海军的军力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大了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中国大陆随着它的海军这个战力、还有兵力、还有舰数增加之后，它会做常态性的跨岛链远海训练。那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北边的话装宫古海峡，宫古海峡比较宽，那宫古海峡穿越宫古海峡，那很简单，单纯的就是对着日本。然后你往南边的话，对的是巴士海峡，巴士海峡没有日本，日本到最边拉到最南边就是与那国岛，你穿越巴士海峡就是台湾跟菲律宾吕宋岛。那对日本会形成压迫吗？不会，那反而就在放在宫古。那最北边的军清海峡，那是面对的是俄罗斯。所以我们来看，中国到最常态参与就是宫古，那出岛链就是宫古出岛链，这是最常态性的。而且中国大陆海军多了，现在航空母舰有3艘，那不可能一直在岛链内嘛，它一定要出岛链外去才叫远洋拉链啊。那所以那穿越宫古岛链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多。这是第二个。那我们一看。日本是现在说实质的监视还是形式上的这种监视？我认为现在它由实质走向形式上，因为现在日本它现在的这个海军跟中国大陆比起来，它吨位还有这个艘数，整个来看是相对逊于中国大陆。那你今天在这一方面，你是不是要在节约兵力上面来做考量？你不要说是大吨位，你吨位你有那么多的舰数都要去出勤执勤吗？未必哦。
所以要站在兵力节约的原则，日本会派这种吨位数比较小的军舰来考量，那这样的话比较灵活机动。不要忘了，日本是两面受敌，北边有俄罗斯，俄罗斯一样会给他压力。这个东西边的话有这个中国大陆，它是两边要应付，不是只是单边应付中国大陆而已。北边的俄罗斯对日本来看也是形成军事压力。第三个，美军在这一方面的对日本在这方面的军力上的加持减弱。我们知道华盛顿号现在在哪里？已经往中东去了。那华盛顿航空母舰要去取代，因为林肯号航空母舰执勤要告一段落，它要接替林肯号。那你现在没有任何一艘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对，那这样是不是战力空虚？那美军在这方面要负担更大的勤务跟它的区域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他会做相应的调整，而不是大兵力的对中国大陆。那这样的话，他把所有的责任都顶下来，那这样子，我认为他到时候变得兵力调度上，日本在这方面会捉襟见肘。好，这个是军事上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新对日本的施压。那日本现在也是灵活的来应对针对于船只的吨位等等，它的调控也灵活的来应对。其实呢，中国大陆的施压不只是在军事上面而已，现在对于日本来说，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来自于经济上面的施压。中国大陆继续限制包括对日的这个稀土的管制，还有它的水产的出口，日本的水产出口。好，我们来看到几个重要的经济线的数字。首先是最新统计，中国大陆7月份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铁只剩下111吨，较去年同期可以说是直接砍半。最重要的是，我们特别关心到的是迪跟特的重稀土，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是电动车马达，也就是日本一直积极发展的这些产业电动车、工业机器人，还有日本要做的军用的飞弹、雷达、航空的必需品，现在面临全面断供到现在日本只能靠着这些原有的库存来苦撑着。再来，我们刚刚讲到的水产的部分，日本包括它的福岛等10个都县的水产品持续的受到中国大陆的限制，民间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日本官方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日本跨党派议员组团前往北京，希望能建立更好的关系之外，现在说呢，接下来的另外一波就是日本的商业代表团也准备要访中了。日本企业撑得住吗？这些官员现在去还有用吗？那么中国大陆的稀土的杀手锏对于日本的扩大影响力，现在到底又到了什么程度？大使怎么看？对，那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稀土的禁运现在对日本企业正这个造成巨大的这个供应和成本的压力，供应短缺，成本提高。所以虽然目前的这个整体的状况还不到这个全面溃败、全面崩溃的这一个地步可是也只能说日本的整体的企业大概尤其是制造业现在正在咬牙苦撑，而且呢努力找寻出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危急的一个时刻。所以你就看日本的这个工商业界的代表团体络绎于途，想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甚至他们有一个关西地区的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工商团体代表团，本来说10月要去，希望去中国大陆访问，中国大陆就告诉他说10月不要来，10月我们忙得不得了，我们11月要办 APEC 峰会，你要来的话，等我们办完 APEC 峰会你们再来。所以基本上对日本这方面是就是说冷处理，那这样造成日本更多的怎么讲压力。不过整个来讲，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事实上的话，有一些关键的稀土事实上那个日本从中国大陆进口量都是暴跌到差不多只有同比的这个20%左右，那个80%的量都不见了。那部分稀土的这个从今年年初到年中甚至它的出口降为0。那所以那个还有就是说稀土磁铁也几乎腰斩，所以这些都是很关键的这一些稀土日本现在都缺货。当然了，整体来讲的话，也不是完全断供，也不是所有的这个稀土所谓的重稀土部分都完全断供，还是有一部分能够进入到日本，只要他申请的时候能够证明他的这个最终的用者他不是从事军工产业，不是从事军火产业
这些，然后你最终的用途不是有哪些目前被中国大陆列为实体清单的那20家企业，那20家现在别想拿到，所以现在有一项调查，日本最近对400家企业做调查，现在他们整个的平均生产成本现在是上升了大概22点多，22点多，这个已经是竞争力越来越差的日本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当然日本现在也积极在怎么讲挣扎，然后找寻出路。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发展一种无稀土的技术，那可是最近只有突破就在汽车上面。那日产的汽车它尤其在电动车里面，它可以减少大概90%的稀土的用途。不过这也只在汽车、电动车这个项目。另外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可是目前成效很少，因为稀土的供应链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那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个现在开始想要找这些废品，什么废冷气、废冰箱、废什么都拿回来回收。可是大概是所需的大概达不到5%。所以呢，这些废品回收也没有办法。所以对日本来讲，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正往全面崩溃的这个方向走。所以这个过程中，我想日本必须要跟中国大陆低头。如果不低头的话，尤其是高市扫描，那日本的整体的经济危机就是无法避免。好，所以那日本到底会不会低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跨党派议员已经前往北京了，那希望能够好好的谈。那接下来还会有商界，是希望替高市来保留一些转圜的余地吗？等一下请尚志哥来带我们看，因为确实现在这个高市扫描它的压力非常的大。最新的民调上次我们说还有将近50%多的一个民调是这个支持他的，现在已经来到了最新低，是每日新闻测得的只剩下41%。那民众最不满的就是物价、日元跟债务的问题，甚至呢，这个民众还抱怨他说都没有好好的回应这个外界对他的各种的一些批评都说他只会用社群来回应。那在野党批评他叫做 SNS 首相，甚至石破茂是不是故意跟他拉开距离呢？石破茂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说，日本应该反省2战，汲取历史教训，被视为是跟高市扫描要拉出距离，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另外有关于这些议员去北京的部分，是希望能够帮助高市扫描跟中国破冰吗？那尚志哥又怎么看？好，这次这个参访团呢，是由日本的这个议员所组成的，不是其他的这些贸易界的商人哈。当然，最重要主要是他的这个代表就带去的这个头叫做桥本岳，他是桥本龙太郎的儿子。那我们知道，其实对于中日关系都知道，桥本龙太郎虽然在2006年就过世了，可是在此之前，他是担任过日本首相当中非常少数又有高层的权力，而且二方面他是非常务实的去面对2次大战当中日本的这些过错，他甚至参加过中国大陆的918的这个纪念活动所以其实对于，而且他后来卸任之后，他是全身心的部分呢，即使中日有任何的冲突，他全世界在推动日华的这种包括民间的各种交流，包括剑道什么，还有做生意。所以桥本龙太郎被中国大陆视为是真正的日本友人所以这次他的儿子桥本岳带团去，果然还是给面子。那这次见到的部分是中联部的部分的部长刘海兴。好。听到这种人为什么不是外交部？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政党的概念，也就是这次他是作为一个虽然不是自民党的代表，这次只有一个自民党就是桥本岳，其他全部都是在野党。但我们都看到这里面的成员，他基本上是日本国会当中一直强调要保有最后跟中国的这个对话通道的这一群这种主和派的部分的议员，所以呢，他们不算是说帮高市扫描来破冰啦。但是呢，作为日本当中表达一方面的政党意见，但中国还是很严格，只看呢用党的部分呢来对话，讨论台海的问题啊，讨论这个中日政治互信的问题。但桥本岳还是很厉害，因为今年6月的时候，他到中国也是见他了，而且见到的都是包括了外交部、贸促会都是副部级，包括就是副部级等上的还是厉害的官员，所以他的影响力还是有啦。中国大陆也没有整个砍断。好，我们来看现在这个部分的影响力，你说真的要怎样？要看9月的时候，那个岩屋义是代表日本政府跟民间的这种国际促进会的真正的会长，桥本岳是代会长。会长真正如果
中国大陆让9月的部分还是会进门的话，表示还不能说友好，但是表示是民间的部分的对话还是会留着哦，并没有全部打断。但我们知道高市早苗现在这最新的民调是我们看到他给的，这是每日新闻，每日新闻是自由派的一个媒体，所以呢说他已经跌到41%，比照大家，然后说他的不支持已经44%追过了，是比较狠一点。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就要观察，是从日本 NHK 好了，NHK 的时候在去年10月的时候是68%，对，然后呢再来跌到61%。在这一次的同样的就是这几天调查的部分是来到了53%，所以这个下跌是真实的。那现在其实在日本方面，我们看除了高市早苗当然很受讨论，无论现在是自民党当中内部的前领袖像石破茂在批评，在野党的领袖当然民主制宪党本庄支持在批评。另外大家值得关注是日本非常多重量级的学者，包括百鸟浩跟中市木子，其实在所有对于这个高市早苗的批评，都是目前在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早苗所有的政策，包括中日之间当中最大的压力来源。好，接下来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是普丁踩爆了日本的禁区哦。先来看到二战终战日前，他突然间亲自登上了这个是泽捉岛吃乌鱼子哦。等一下来看。那另外一方面，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呢？中俄朝突然间三面夹击要对抗日本，而且是大力道的要来对抗日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包括了俄罗斯从北面的地区建的这个军事堡垒，中国大陆的军舰从南部直逼上来，北韩则是飞弹压境哦。日本现在可以说是遭到了南北夹击。今天就这个议题，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看到第一个，为什么会普丁选在这个时候8月15号前夕亲自登上了泽捉岛呢？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他到底要向日本方面释放什么样子的讯号呢？第二件事情是，这个俄罗斯为什么把北方四岛现在变成了自己的军事堡垒呢？在这个军事堡垒上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武器，从苏35到 S300 反舰飞弹等等都在上面。它是要把日本彻底的挡在北方之外吗？第三件事情就是中俄朝的联合抗日了，是不是日本现在是三面受敌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有深度的剖析。好，来看到的是前脚普丁才刚完成太平洋舰队的军演，结果呢后脚是立刻选在8月15号这一天特别的敏感，就是因为它是在二战的结束纪念日之前的前夕登上了日本所主张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捉岛。好，这一次的讯号备受关注，因为呢，普丁不只是走走在当地的学校啊，看看医院、水产加工厂而已，还有品尝乌鱼子啊等等的，他直接是把国旗给带进来，并且插上去了。这个举动让高市早苗非常的愤怒，他说绝对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举动。普丁则反呛，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照片上普丁的一系列的动作，吃乌鱼子啊，还有插这个俄罗斯的国旗等等。好。那么我们要看这座岛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哦。泽捉岛在这边，那这边就是北方四岛，日本就在这个位置哦。那我们先来看到它的岛屿的面积是超过了3000平方公里。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在天然的战略链上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一条像是海上长城的一个地理位置哦。连接的是包括了北海道到鄂霍次克海，还有西太平洋等等的地区。那再来看到是鄂霍次海对于俄罗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核潜舰在这边长期活动。那北方四岛这边又有非常多重要的战略资源，除了渔场之外，还有矿产跟地热等等，也难怪俄罗斯这么的重视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而当时的现在跟日本跟俄罗斯的争议就在于，苏联当时对日宣战，进攻了这个千岛群岛之后，就占领了这边的北方四岛。但是日本始终主张说，北方四岛并不属于日本在战后放弃的千叶群岛啊。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请教汉庭怎么看？普丁他登上了这个泽捉岛所代表的意义，还有在这个时间点上是要跟日本传达什么样的讯号？这是一个包含领土宣示、二战叙事、军事威慑和外交敲打的4合1组合拳哦。第一个，普京作为最高的元首到了这些地方，而且呢，他做的都是日常性的民生动作，什么吃鱼子酱啦、学校、医院、工厂，这表示
这是我俄罗斯的常态疆域啊，我们普通俄罗斯就在干这件事情啊。那我身为最高领导人来看看老百姓过得怎么样，这本来就是我的地盘，这不是我们要跟日本还谈判的，或者是模糊的，没有模糊的。所以梅德韦杰夫更直接讲，南千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他甚至呛高市早苗可以大放厥词，但是你的言论呢无济于事。好，第二个是在二战叙事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因为8月15是二战的重要纪念日嘛，日本自己呢也在搞纪念，所以正是选择在此时此刻啊。他前2天呢秀肌肉、搞军演，然后就来到北方四岛，那也干嘛呢？也是要在强调整个二战事情当中，你日本是战败国。并且呢，普京也说了，这北方四岛是在二战结果所确立的现实，日本主张毫无根据。再来第3，他12号啊也亲自登上了瓦良格号指挥舰啊，太平洋舰队大规模的演习，也是告诉日本和美国，我目前俄罗斯是有能力在东西两边的兼顾两线的安全的。所以打破一种，你觉得我都困在乌克兰呢，我是不是东方这边就没得做啊？不是哦，我东方这边可以兼顾，我西方这边也可以兼顾。在第4个，当然就是外交敲打，因为日本在8月4号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首次把俄罗斯当成威胁的主要来源之一。普丁呢在12月号直接回呛啊，你把我列为主要的威胁之一，但我俄罗斯没有威胁日本啊。同时呢，普丁也把责任推回给日本，说俄罗斯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其实是关系很好的呀。但后来日本对俄罗斯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我们俄罗斯要负责啊，这是你日本自己要负责。所以他既展现了强硬啊，然后呢也强调了说要沟通也是可以沟通。普丁说，俄罗斯准备寻求啊，就是这些北方四岛、南千群岛问题的解决方案，希望能跟日本缔结和平条约。那啥呢？那就是日本必须要先放弃他的领土主张，放弃跟随西方，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谈。那可能吗？日本当然不可能放弃。而且这一次日本的反应啊，有点拉扯，抗议的很响，但能动的很弱。为啥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啊，当天他就召见了俄罗斯的驻日大使，提出抗议。但是日本外务省的高官私下承认，我们一直都很密切注意俄罗斯的动向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普京真的会访问北方领土啊！我们现在也是很着急的要分析俄罗斯的意图，然后要赶快来研究。他没想到，啥意思？就你日本情报系统对俄罗斯研判失误，对吧？就彻底失能。那这也表示你确实日本抗议很大声，但是实际上的能力也真的不足。好，这个普丁突然间登岛，是让日本吓了一大跳。那目前只能在政治上面有所喊话而已，还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动作。那我们来看到军事上，其实日本呢长期早就在这边布局好了。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武器啊，还有各种的军事上面的部署细节。首先，我们看到俄罗斯在这边呢建造的这个军事堡垒有哪一些细节内容呢？日本防卫省特别说，他捕捉到了俄罗斯在国后岛。还有呢，这个泽捉岛部署了一个叫做师级的部队，这当中包含啊，在上面可以看到有战车、装甲车、火炮、防空飞弹跟侦察无人机，还有包括了这一些暗制的反舰飞弹。再来也被拍到有这个歼35战斗机，还有防空系统射程达400公里等等，等于说是一整套完整的军事防御，是不是是不是俄罗斯正在把北方四岛这边打造成一座可以遏制住日本北方咽喉的军事要塞呢？那厉将军怎么看？各位知不知道，日俄两国到现在从2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一直双方都还没有签订所谓的和平协议。所以说理论上面日俄双方现在还是在交战的状态因为没有签任何的和平的协议。那为什么没有签呢？就是因为这个北方四岛的领土争议问题到现在没有签。那首先我们要从这个北方四岛跟各位介绍一下它的战略位置。我们看一下这个北方四岛这个由北边最北边这边到最南边这边长大概是有1500公里左右那中间总共有52个岛。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这个分别这边是鄂霍次克海，这边是太平洋。那这个俄罗斯他们主要是太平洋舰队主要部署是在沃霍次克海，
在库页岛这边，这个是库页岛。从这边来讲，这是它潜舰活动的基地。它如果要出太平洋的话，势必是要穿过千岛群岛。那日本跟美国想要将俄罗斯堵在这个鄂霍次克海之内的话，就必须要控领整个千叶群岛。这个道理就有一点像琉球群岛这边日美想要借着琉球群岛这个阻挡住中国的海军出太平洋、出第一岛链，道理是一样的哈。这是第一个，是地理上面的重要性，我们先了解。第二个，我们讲历史上面，为什么双方到现在争议不断？在185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日俄两国曾经签了和亲的友好的条约哈。那时候因为俄罗斯你知道，它这边是面对的是欧洲，这边是面对的这种亚洲嘛哈。他那时候欧洲来讲，其实对他来讲比较重要，不管是拿破仑曾经征俄，或者之后来讲的话，包括希特勒曾经征俄，所以他重点是放在欧洲。那日本这边东亚洲这边，他就跟日本签订和好条约。但是签订和好条约什么？他整个千岛群岛，他都是划归同意给日本，都给日本。这是1855年，但1875年的时候这个日本也释出这个善意了他将库页岛给俄罗斯，就是双方呢1875年，俄罗斯拥有库页岛，那日本拥有整个千叶群岛。大概在1875年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在1905年的时候就有改变。1905年发生什么事情呢？日俄战争这个俄罗斯战败。日本除了说控有千叶群岛之外，他还占领了这库页岛的南部。这是日本那时候这个1905年日俄战争打完以后，他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南部。但是没想到在1945年的这种2月份的时候，2月份这个美国因为24世界大战为了要打败日本，他希望说是俄罗斯对日宣战，所以那时候有一个会议叫做雅尔达会议。在雅尔达会议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俄罗斯说是答应那时候叫苏联，如果说你宣布对日作战的话，那战后如果胜利，他就将所谓的整个千岛群岛那时候还是日本占领的，就把千岛群岛这个划归给俄罗斯这是2月份的时候，在雅尔达会议那时候，这个美国总统答应苏联，但是没想到2月份开完会以后，在8月9号的时候，美国对日本投下两颗核子弹原子弹呢，广岛跟长崎丢了2颗原子弹。那一丢下去之后，俄罗斯马上宣布对日宣战。一宣战之后，各位看一下，8月9号投下来，他立刻宣战。在8月15号的时候，日本就投降，然后俄罗斯就占领整个千叶群岛，整个占领到。当然，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日俄两国还是要签订，战后还是希望能够签订所谓的战后的和平协议。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跟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俄罗斯答应将南边这2个岛慈武跟色丹岛这2个岛还给日本。那俄罗斯要占领的佐遮岛跟国后岛还是他的。那为什么俄罗斯要占领，还是要保有国后跟泽捉呢？因为这个海峡非常重要，这个海峡是不动海峡，冬天的时候它不结冰的。那太平洋舰队，这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如果要出千叶群岛的话，它冬天的时候可以从这边穿过去，所以它还是要国后跟泽捉。那这2个岛，它当然说我们签订和平协议嘛，这2个岛还给你。但是谁不同意了？我跟你讲，美国不同意。美国为什么不同意？美国认为说是国后跟泽捉，他说要回来。那时候这个因为美苏在冷战期间，美国一直要将苏联围堵在这个鄂霍次克海之内，所以美国没有同意。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所以这个条约就黄了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这整个4个岛都还是俄罗斯在控制。好，那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双方其实还这段时间还谈来谈去，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俄乌战争一开打，这日本自己作死，日本自己先去制裁俄罗斯，那真的是把这个北极熊惹恼了。所以说俄罗斯现在谈都不跟你日本谈再加上现在来讲的话，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这种观念状况之下，那普京更不可能跟你谈归还北方4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普京这次去这个宣誓的意义是大于其他的。那我想说，日本想要回这个北方4个岛我觉得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普京大概这方面也不可能会答应，因为我们看到普京在东边，对不对在欧洲那边
他要这个顿巴斯，那在亚洲这边，他就一定会确保他的这种千岛群岛在他的领土管辖之下。好，所以没错，现在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因为刚刚将军特别提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苏之下，现在不仅仅他要面对于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还有包括了中国大陆跟朝鲜等等。那中国大陆的部分，我们知道7月份当时不是有中俄的联合军演嘛？当时大陆出动了055、052D 啊、903补给舰等等，甚至052D 在冲之鸟这边还发动了一个机炮射击哦。那俄罗斯的方面，他当时的军演则是从北方的这个北方的这边来进入哦，所以等于是说现在面临了3重压力吗？来自于中国、北韩跟这个俄罗斯的压力，干哥怎么看？好吧，对不对？刚刚李将军讲得很清楚啊，成也美国，败也美国啊。为什么？因为当初如果在1945年2月的时候，雅尔达尔密约签订，美国那个时候正是拜托俄罗斯，你赶快给日本施压，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哈。我们美军登陆日本，预计要动员100万兵力，还不见得能够打赢。所以那时候有时空背景，急切的希望俄罗斯出兵。俄罗斯那时候就讲：好，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个北方4岛都是我的，千岛群岛本来就是我的，那通通都是我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都要让美国让步。后来美国跟罗斯福总统跟丘吉尔首相都让步了。所以名正言顺的在战后就拿下了这北方4岛。那这次普丁他登上了那个泽佐岛，其实他的那个象征意义很大。为什么？他去看了学校、医院哦，还加工厂，看了这么多地方，就是再次宣示说，我们不可能会把这个地方还给你，除非外星人入侵，我才有可能。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个俄罗斯的领土啊。那当然，在日俄战争，也就是在120年前，1905年的日俄战争，那是有历史渊源的。那时候，俄国打败了，俄国真的彻彻底底被东乡平八郎给打败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俄国是非常耻辱的。那在2次大战之后，也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拿回了北方4岛。所以说，这北方4岛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意义而言，不言可喻。可是你看到刚才厉将军有把那个地图展示给大家看，你就会发现说：天哪，这4个岛，国后、泽捉、池武、色丹，距离日本这么近，怎么可能会是俄罗斯的领土呢？那我今天也反过头来讲，冲绳岛距离我们台湾比较近，为什么它也是日本的领土呢？更不要讲西表岛，更不要讲与那国岛，还不是通通？那距离我们台湾的彭佳屿才多少公里而已，现在也是日本领土啊。所以日本一向侵略别人，不要讲别人侵略他，这是反过来的。所以像中国现在强大了，我们有055跟052D 的编队靠近了日本的中国海峡，然后日本就哇哇叫，然后普丁登上了泽佐岛，你也哇哇叫。现在这个金正恩他的飞弹也对着你，你要不要哇哇叫？三方势力对于日本而言，坦白讲一句，都不是高市早苗得罪得起任何一方的。任何一方他都得罪不起。当然，俄罗斯这次精锐进出啊，光荣级巡洋舰都出来了，还有那个无畏级那个巡防舰也都跑出来。你晓得，普丁已经拿最后的本了，拿出来跟你搏了。我也是真的觉得说，他这次去到那个泽佐岛哈，他这个就说怎么讲，作为俄罗斯总统的那种身段还是在的。不过我说一句实在话，太平洋舰队要赶快重新整顿一下，因为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舰艇数已经不够了。在面对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时候，其实老实讲一句，他已经落后很多了。这是普丁必须要注意到的地方。这场美债危机，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已经不是未来可能发生，而是已经快速的逼近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卡了。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不是谈吗？说美债已经突破了39兆美元大关。那么这个速度没有想到，短短的半年之间快速的增加。原本市场预估说，至少要到大概40兆美元大关，要到今年的10月份吧。没有想到呢，现在来自于专家特别去做了一个估算，可能呢接下来几天之内，
美债就可能突破了40兆美元大关了，甚至还有几个市场人士做了预估，说美国的国债到2029年恐怕上看将近50兆美元，这是一个最新的数字。在强力的美债的卖压之下，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美债殖利率了，尤其是长天期的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正式的冲破了5.3%，创下19年新高。注意了，这个数字是金融海啸之后的最新高的一个数字。美国现在压力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光是1年每年要还的利息支出就上看1.5兆美元哦，成为现在联邦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美债40兆，现在可以说已经正式的进入倒数了。殖利率突破了5.3%，现在在看说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有没有可能甚至往5.5%甚至6%来发展？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迎来一场大型的债务危机？美国到底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大使怎么看？对，美国事实上的话，它的债就是最近10年差不多哈，就快速增长，本来大概超5兆多，现在变成40兆。这里面当然有战争的因素。也有这个新冠那段时间哈，这个政府举债很多，还有就是这一阵子哈，那么新冠结束以后，这些战争啊，从俄乌战争到这个美伊战争啊，就让美国政府的债务啊快速往上增加，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可是美债它一般来讲它有3座大山。这3座大山，第一个就是强制性，美国政府的强制性支出越来越多，这些强制性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的这些支出，医疗保健的支出，因为这是全世界现象，美国社会也面向高龄化，那高龄化的社会就变成这种强制支出在这个社保跟这个医疗上面支出哈，它也是增长的非常的快，那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它不能够裁减，所以它这种是所谓的自动驾驶模式的支出，它一定要支出了，所以政府的支出在不断的扩大。那第二个就是说利息成本也爆炸。那美国现在这个利息，所谓债务的利息啊，1年大概就是1兆美金以上。今年有人估计到1.5兆，那么因为今年过了一半了，还没有到全部出来。那如果说这个债务的利息就上兆美金的话，那个政府的支出政府的这个债务那就很难解决。第3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政府的收入它的增长不如它的开支，它的增长事实上在停滞，尤其共和党的政府呢，大概讲的都是什么减税，很少去征税。那即使民主党的政府也不敢轻言征税，所以美国的这个基本上的政府的财政收入长期的趋势就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在支出上升，这个收入下降，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战争的状况、瘟疫的状况之下，还有它这个人口老化，政府要负担的基本经费不断增加，所以它的这个债务就演变累积的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快。那当然现在这个贝森特他有一个政策，他也很具体，他叫一个333政策。他要控制这个债，他第一个3是希望美国的 GDP 的成长在3%，对，他希望达到这个。第二个3呢是美国的政府的财政赤字。这要控制在 GDP 的3%之内，GDP 的3%之内。第3个3呢，川普很喜欢用的一件事，就每天这个石油的产量能够到达300万桶。所以它这个3个3，这增加石油是怎么样？就是增加收入嘛。对。那另外一方面控制这个赤字，然后他希望经济能够成长。那这个3个3看起来都不容易。对。那不过现在美国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国债的这个基本上的持有是国内的持有率越来越高，国外的持有率这个降低。不过这个比例的话我们会认为国外的比例很高，其实国外的持有美国美债比例大概只占有多少？不到1/10，不到1/4，大概就是9.3兆，而外国的政府持有的也不过3.9兆。那外国的私人银行、私人持有的大概是5.4兆，
那其他美债40兆，将近40兆，有31.4兆还是美国国内持有的。那大家说有的民众，有美国的什么哈，还有这些各种基金，包括退休基金，还有什么呢？共同基金也是持有大批美债。所以你要说美债完全失控的话，可是呢，美国国内的这个持有率还是占了比较居高的情况之下我个人倒不是那么悲观，不是那么悲观。好，这边我们是看到的是几个统计的数字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债很快的就会正式的突破了40兆美元大关。那刚刚大使也清楚的解析了为什么的原因那现在我们也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数字，就是说到底现在美国赤字到底有多高？现在最新的数字是达到了2.1兆，比去年增加了2000亿美元。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债息的支出嘛。1年的利息是1.5兆美元，等于说每一个月就要烧1000亿美元。现在更危险的事情是政府的支出远大于收入，而且是达到2倍以上。那刚刚呢，大使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国债的持有，也就是国外的持有国债的国家。其实我们看到2个国家现在也正在大幅的卖压美债，那包括了很重要的持有国日本跟中国大陆。首先看到日本一口气减持了264亿美元，是主要的减持国家。尤其呢，现在也有专家解读说，日本你现在是不是在背刺美国呢？就是因为你的日元现在非常的弱，一直在贬值，所以你是不是要抛售美债来救你的日元呢？中国大陆的部分减持幅度也有259亿美元，那目前持有的美债是6000多亿美元，创下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低了，年减幅是超过13%。先来看到有关于日本的部分，为了救日元是在背刺美国吗？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把这个接下来的美债殖利率推得越来越高？会不会爆发美国的财政问题呢？上次哥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先前美国介入日元，那么所谓这个介入是意思啦，因为100亿，那么日本当时都准备了700多亿美金所以它就是一个动作，主要是吓阻一下这些外面的这些投资基金所以它也不是真正的什么救美元，而且赚个人情嘛，给高市早苗。它最大的意义主要还是说，这个市场投机太多，一旦万一日元的贬值真的大崩溃，那日元贬值崩溃会对美国整体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难搞。我认为其实不是会太大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比如说刚刚讲，现在以美债的问题嘛，债务的联动性。然后另外美股的部分现在是 AI 经济动能，如果现在这个泡沫一旦有比较大的一个国际变数的时候，比较难处理，再加上还有战争的因素，所以美国对于日元的态度其实还是就是你知道，就是玉皇大帝看人间，没有真正很认真啦，就是说稍微处理一下。好，当然美债我想其实大家对美债当中经常会看到这些吓人的数字，特别是今年一定会破40兆美金40兆，那这个东西很可怕。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懂这个国际货币跟国际资本到国际的金融的时候，你要理解，其实我不是说不严重，它之所以现在都觉得很严重，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比如说以美债来说，过去没有到这样子的规模，过去所谓的这个30年的殖利率，过去认为大概3.8%，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美元存钱有利息，美债买美债或利息，对，过去觉得3.8就是个安全可控的时候，破4甚至4.2就觉得哎呦。会比较危险，表示波动大了对，然后现在到5了，所以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大家很惊吓。然而，我必须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并不是美国政府会破产美国会倒了，不可能啦。而且我们现在看美元现在的强势的状态，相较于其他全世界的货币，人民币、英镑，包括等等，日元不要说了，你每个人都要美元啊，也就是美元现在强势跟稳定，甚至可能比美债好。那美国现在就是一个政府里头，手上有很多很多的金融工具，而且那么多犹太人，美国对于法律跟金融那么多的人才，创造出游戏规则。现在观众朋友大家买的 ETF， 你看过去没有，为什么生出来？就犹太人又发明了一个可以这刺激投资的很多工具，所以美国其实是我不是有能力处理。那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是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大家注意为什么美债？我说大家不要想象中很惊吓，因为有 FED 嘛 ，FED 当然是对于美元，然后同时控制美债，它有一个特别这样的机构。全世界的央行没有办法跟 FED 比，因为 FED 控制的是美元跟美债在这个世界的绝对值。我们知道阳光、空气、水，这里头到底哪个最重要？其实就是空气，因为呼吸1秒钟没了就死了。我觉得美元或包括美元系统，包括美债，
它现在是全世界从货币、资本、金融的呼吸空气。所以你要说完全就是不能呼吸了，就不是美国死了，是全世界都死了。而且现在大家要注意状况哦，美元就流动性，大家都有美元卖来卖去，所以那个流动性在这里。好，美债是 FED 来固定美元资产，什么意思呢？你有房子，我有股票，然后他有台币。可是如果在国际投资当中，你要怎么转换？你这个很难换，也就是说流动性这个方便性，第一个当然是美元。所以全世界任何时刻，包括这次战争，为什么美元没有贬值？因为美元流动性还是最重要，而且在股市，全球股市那么大。第二个部分，美债它虽然是美债，但是美债你只要丢出去了，你就要换手了。包括我们刚刚讲中国大陆跟日本抛售美债。马上就有人接，因为它变现性很好，变现性不是你我市井小民，我们都要现金，国家政府需要变现。像中国政府，它虽然抛售美债，你以为它在抛光吗？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包括采购，还有很多的东西，各种的东西，它还是要有美元交易呀。中国政府不是说大家都在认为人民币交易，都不要美元交易的，没有。所以中国大陆抛售美债的时候是换取美元，然后做一些部分的这种国际的现金流通，这一般没有思考的。所以这里头不是说美债，所以美债殖利率高呢，问题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说，因为不是他没人要，而是说大家觉得信用本质的信用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好，于是殖利率不是华尔街要挟的，是自然市场产生的，因为大家就觉得我有更多的投资工具，美债长期利率30年30年后才能兑现，所以它要一直推高，利息就会高了。可是美债的殖利率高的时候，就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什么都不要动，我作为风险性最低的措施买美债，我每年就有5.多%的利率，比现在我们拿台币去存都还要高。所以我觉得最后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就是我们对美债危机是一个美国政府管理，它不会是整个全球的金融货币的系统性崩溃，除非有新的部分。目前无论人民币或任何的货币都没有办法成为阳光、空气、水的空气。目前美元或美债系统才是。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债危机到底我们谈了这么久，会不会立刻的爆发？现在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一个大问号。但是呢，现在要来看到是美国内部的信用危机却是非常急迫的。我们要来看到一些具体的数字，因为它的债务问题一路的已经延伸到从政府到了企业金融，甚至是一般家庭。首先我们来看到有关于私募贷款的部分哦，现在呢正式的来到了2兆美元大关，市场说现在面临的是10年来最大的考验，尤其是国际信评机构惠誉发布的最新报告，它一共呢这一次是追踪了1000多家的企业，里面得到的结果是美国的私募信贷借款人违约率有7月攀升到了一个新高的记录，而且呢，非常多的家庭现在都在使用信用卡，而且卡债已经来到了新高。第2季增加了210亿美元，来到1.26兆，逼近历史高点。重点来了，今年初哦，我们来看到2026的信用卡违约率，这个是已经真的有违约的90天的一个比例，已经来到了12.8%，远高于2022年当时的7.6%。信用卡平均年利率也已经来到了第1季最高，达到了24%，代表说，因为呢，现在美国生活成本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有通膨的问题等等，美国人用信用卡来去度日，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哦。所以接下来美国的这个经济还有财政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美国现在这个状况，一般来讲虽然是不理想，这个每下愈况，但是我认为它撑得过去。我们从几个指标来看，第一个，美国现在经济是成长，它今年的预估经济成长率是1.9%，那成长啊，它没有衰退啊，没有说我现在也开始负的了，比去年差。去年的经济成长2025，美国是2.5%，那今年是1.9%，但是它还是成长。那既然是成长型，它的所得是增加的。第二个呢，我们看美国现在的全国总生产是29兆美元，但有人有另外的算法，但是我们拿29兆美元来看，你这个1.2兆对他来看，一来比，占比就小了。因为我体量大，你这个小数目就相对的被我稀释。那这个意思在什么？美国对信用危机的忍受度是高的，因为我有钱呐，我没有钱我马上破产，我不行了，我受不了。现在美国的每一个人均所得是89000块美金，所以你这个钱来看，对我来讲是相对稀释的。现在美国人每一个人的信用贷款的额度是每一个人平均欠了
超支的透支7886块美金，还不到1万，但是我的手的收入，我全年大家平均我是8.9万，8万9千块，够不够？我这个信用的收入是够的，因为我赚得多，当然我花的更多，但是那比例一摊就小了。另外我们来看呢，就是我们知道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现在看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今年年增率平均年增率，因为现在在8月还没有结束，2026年。大概是2.5%，那2%，换句话说，美元我是在贬值，因为通货膨胀嘛，钱就是要贬嘛。现在我们讲最高的年增率，你刚才有说过，就是我们30年期美债的年增率是这个利息是这个5.3，你5.3减掉2.5，因为你要贬2.5啊，我刚才讲啊，平均来看你也只有2.8，高不高？而且30年美国国债啊是比较高的，最高的，你2年期、5年期、10年期都相对于30年期要来的低啊。所以我认为种种迹象来看，通膨、经济成长率、个人的这个评手来看，美国的这种信用危机、信贷危机还不至于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